一个八宝纹样，两边呢就是它前面和后面是各不一样的。那两个放在一块儿呢，它就是也等于是一对儿。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个蝙蝠纹的鎏金扣。其次呢，它是以这种莲花去分制布局。期间是有这个佛八宝的一个纹样，然后是非常的一个吉祥的一个，然后绣法的特色呢也是非常的一个突出。我们可以看到在宝瓶啊、宝伞啊，还有这个旁边都有这个盘金线的一个勾勒边缘的这样一个制造。那其次我们再看这段白色缎绣狮纹竹石双叠纹扇套。那我们看到的它是它的正面，它的背面呢还有一段狮纹以行纹手书，就是以行纹绣制的。那也是它整体呢也为我们呈现出了苏绣的一种风格，也就是这个精细雅洁。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在这3件绣作中，那这件绣作的丝线是最细的，它的配色呢是最雅致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山石部分呢，还要采取了这个孔雀羽线去进行绣制。那简简的几笔勾勒出了这个红色的这个栏杆，然后其次就是山石和竹和双叠，是一个非常雅致的幽静的一个场景，然后也能体会出这种苏绣它所传达出来的一个意蕴和美感。那其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多色缎绣昆虫花果纹扇套。那这件扇套呢是典型的这个越绣的风格。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昆虫部分的一个绣制呢，它都使用了这种高绣，也就是里面垫了这个棉花呀，然后再进行这样去绣制。那它所绣制出来的作品呢，它的立体感是非常好的，就是栩栩如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昆虫部分呢，它都采取的是这样一个高绣的一个绣法。所以就说在这3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精绣啊特点、苏绣的特点和这个越绣的特点。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第3个单元，绣刻画意。绣刻画意单元呢，古人在以织绣书画作为创作主题的时候，以丝绢作为画纸，以针为画笔，以丝线作为彩和墨，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织绣书画。那么织绣书画一共有3类，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刻丝工艺，还有我们在整个展厅中不断重复被看到的这种刺绣工艺，还有一种是织锦书画，3种。那么我们这个单元主要侧重于前2种书画作品的呈现。这是一个体制非常形制非常巨大的这个刺绣的博古纹的4条屏。对，博古纹这个词呢，博古这个词就是一种广博的古意的这个古物的收藏。在宋代宋徽宗朝的时候呢，他曾经把自己内府收藏的青铜器都注入进来，做了这个《宣和博古图》。那么慢慢的呢，这个博古这个含义从青铜的单一品类的收藏，扩展到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个很大宽泛领域的这种文物收藏。像在这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肯定是有这种青铜器，有青铜鼎啊，还有这样的这个青铜鼎改做的这种香炉。此外呢，还有瓷器，还有这种鎏金的鸟笼架，还有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那个第2条屏的那个土红色的，可能我觉得是犀角的那个材质，就是我们犀牛角的那种材质所做的。同时呢，在这个观赏4条屏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的器物在不断的重复出现，比如刚才说的犀角的犀杯，还有这个绿釉的犀杯，还有很多种的陶瓷器和青铜器。这也说明这个4条屏它曾经的拥有者可能是一个有着比较固定的收藏方向的这样一个赏古爱古的文人。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边还有一些4时花卉的出现，给这4条屏暗示了一个它们相应的季节。比如这第1个条屏，这种刻花白釉的仿青铜器造型的这个白瓷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春季盛开的芍药或者是牡丹花，还有玉兰花，还有上面的可能是杏花或者桃花，暗示了一个春季的主题。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第2个好像是有这个桂花，可能是秋天的一个主题。
第三个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梅花和水仙花这样的青花瓷的一个花瓶里有梅花和水仙花，可能是一个冬季时令的代表。非常有意思的呢是这个刺绣的创作者，也就是这个绣工，他是有着很深的文化修养，并且有着高超的刺绣技艺的这样的一位能工巧匠。我们可以看到，在画心的中间部位有这个3个圆形的这个水果，这个水果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叫香橼。现在很多非常讲究这个闻香生活、有生活品味的人，还在有这种百果闻香的习俗。所以我们想再用这种特殊的针法，这个针法叫做打籽绣，就是每一针出来以后，在外面要拿那个针线打一个结，就是我们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像疙瘩这样的一个肌理出现，然后再绣回去。而香橼，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的香橼，确实它那个表皮不是特别光滑的，是那样真的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所以用这样的打籽绣的绣法来表现香橼的粗糙果皮，我觉得真的是做得惟妙惟肖。而且多种的刺绣针法呢，比如它这个画这种有花瓣颜色晕染特别自然的时候，它用的是这种呛针绣，也叫抢针绣。它是用长短不齐的这个针法，分批的用不同的颜色，比如从红色到边缘的这个粉色或者白色的花瓣，表现娇嫩的花朵花瓣它这种颜色自然过渡的这种效果，用了不同的针法来表达了不同的物象。而且这位主人我们可以看到有瓶花，然后有各式的青铜器改的这个香具，还有百果闻香的佛手香橼。所以我说这个四条瓶的主人除了是一个有经济实力的收藏家，一个高雅的文人，而且是一个香氛的爱好者。他对于花香、果香还有焚香都有自己执着的这样的喜爱。那么刺绣书画它的起源非常早，据传说三国时候孙权有一位夫人啊，她就特别善于刺绣，她能够用这个刺绣的方式来把因为当时三足鼎立嘛，各国的这种山川城域都用刺绣的针法把它像地图一样绣出来。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刺绣后来进入了这个宫廷之后，在宋徽宗朝有这个绣作科，有这个绣作坊，当时的工匠嘛都是当时非常心灵手巧的能工巧匠。而刺绣书画除了在宫廷中传播以外呢，也为当时的名门闺秀所喜爱追捧。当时的这个女性闺秀刺绣啊，他们用的那个线就把那个线劈成非常非常细的丝，而且针呢，在文献里记载说这个针也是细如毫发一般，那就是非常细的这个针，而且它刺绣出的作品是色彩过度自然，形制生动，而且这个大家就评价说达到了远胜于书画的艺术效果。而以女性或者以家族命名的这种刺绣流派，我们展厅中也有，这就是一件顾绣的花鸟画作品。对，顾绣我们都知道，它是明末嘉靖年间顾明氏家族他所创办的。那顾明氏他是明代的这个掌管这个宝物的一个官吏。那其次他是在上海建的这个陆香园。那他的孙媳韩熙梦可以说是将顾绣的这个发展推到了一个高峰。那他的绣作呢是巧夺天工，所以人称韩元绣，因为他们经常以这个宋元的绘画呢为蓝本去进行织造。那织造的一大特色就是画绣结合。据传言说，当年顾绣的这个绣作呢，就已经把四大名绣的风头给盖过去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雅致的。那这个山石部分的这个织造呢，我们看到它圆边其实它是以刺绣的方式来进行绣作的。那里面呢，它是填了这种青绿色，以绘画的方式去表现山石的这个自然的色泽过渡。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件作品的主体是两只鹌鹑，一只正在低头吃这个
这叫什么螳螂吃了一半儿，那另一只呢，它仰头望向上方。那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菊花的这个塑造，包括它的一个姿态呀，它的一个色彩变化呀，它都是非常细腻的。那上面还写了这个不随春色闻金谷，长沐天恩尽玉堂。那绣有这个鹿香园和朱文的这个原印，并绣有青碧斋朱文的一个方印。那这幅作品呢，它的主题就是有这个安居乐业呀，这种特别美好的一个期盼。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下面的这一块，它也是采用了这种画绣结合的方式。那不管怎么说呢，顾绣呢，它是在这个绣作里面呢，它是有自己一席之地的，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把这个绘画呢和这种刺绣工艺进行了一个结合。那人们都说这种织绣大家的作品可以分翰墨之长，夺丹青之妙。那么丝织刺绣的这个绘画作品呢，它和真正的绘画作品它的不同是什么？就是因为它的丝线呢，它是要比毛笔细的，所以呢，丝线制造就是去刺绣和制造出来的画作呢，它第一个很细腻，第二个它有光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转色效果。但是同时呢，因为它太耗费工时了，如果一件非常好的刻绣书画作品，它不仅是对你的技法有要求，其次它对你的审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高的一个要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我们除了有精美的刺绣书画，还有这个缂丝书画。这个体量非常大的是我们的五伦图。五伦图呢，在孟子提出以后，提出了儒家的一种经典的道德标准，就是比如君臣有义啊，父子相亲，兄弟有爱，然后夫妻这样有别，因为男女有别，然后最后就是朋友有义，有自己之间的这个信义。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呢有5种禽鸟。据记载呢，最早还是在宋代的有自己的画院，他们定期会对里面的画学生进行出题的考核，就像我们现在命题作文一样。当时呢，就给这些画学生出了一个叫做说，要画一个五伦图或者说序伦图。很多画学生就是平铺直叙的方式啊，就画了这种人物关系。只有一位画学生，他以禽鸟比代这个人间的这种人伦关系，最后他也是拔得头筹，这个胜出了。由此以后呢，就是以禽鸟来表现人伦关系、儒家道德规范的这样的一种绘画题材，也流传了下来。那么首先表达这个君王呢，肯定就是凤鸟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凤鸟为百鸟之王，有时候会看到那种百鸟朝凤的那个图像，其实就表示这个所有的臣工啊、百姓啊在朝拜觐见帝王。凤鸟出，而百鸟从，而天下升平，所以凤鸟也是一种祥瑞之象。这2只凤鸟代表了帝王。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2个体量相别不是很大，其实它代表的是父子。因为我们知道仙鹤除了非常长寿之外呢，它也是非常有父子之爱、父子相亲的一种禽鸟。当这个仙鹤的这个父亲在那个林荫中鸣叫的时候，他每一鸣叫，仙鹤的这个孩子都会和他有应答，就叫做父子相亲，2个人是之间很有爱的形象。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水里遨游的这样的一对鸳鸯，鸳鸯也叫匹鸟，就是匹配的匹呀。他们是终身死生相随的。如果其中的一个伴侣被人类捕获，或者是遭遇了意外，另一个好像终身就不会再有其他新的伴侣，甚至会去思念他，然后就是那个就死掉了。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后世呢，也以鸳鸟来比喻夫妻之间非常坚贞不移、坚定不移的爱情。在天空中，我们可以看到燕子。其实最早代表这个友谊的应该是这个脊灵，黄莺和脊灵这样的鸟，代表了兄弟和朋友之间的这种感情。慢慢的后世呢，也拿这个燕子代表朋友之间的友谊。然后在枝头这边，枝头2个顾盼互相鸣叫的应该是脊灵，脊灵也是一种水鸟。为什么说它们代表了兄弟之情呢？因为脊灵鸟它们成群飞翔的时候，如果有一只鸟离群了，就是失群了，脱离了他们的大部队，
那其他的脊灵鸟不会不闻不问的，它们都会非常焦急的鸣叫，去寻找自己的伙伴。这好像就像是兄弟之间的这种友爱关爱之情。所以后人呢就说脊灵兄弟有难，就是说他们之间如果发生了危险的情况，兄弟之间是会互相关照照应的。而且除了这些禽鸟之外，画家还独具巧思，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蝴蝶两头相对叫做喜相逢纹呀，而画中这个鲜花盛开呀，既有牡丹，还有这边的兰花，还有树上盛开的桃花和玉兰，也是一个蝶恋花的主题，也代表了希望这个观者可以家庭和美，夫妻和顺。这就是我们一件五轮图的克斯佳作。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展厅中呢，还有除了刚才看到的有这个花鸟画的作品、博古图的作品，还有克斯的渔樵耕读的人物山水画作之外呢，还有宝相庄严的佛教绘画。这就是我们展厅中的这件重量级的展品《无量寿佛图》。它的尺寸是有4米乘7米，就类似于我们现在一个大厅这么大的一个尺幅。对，这是一幅尺幅巨大的一幅作品，织造无量寿尊佛像。那无量寿尊佛，它不是指一尊佛，它是指寿无量的诸位尊佛。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体是三世佛，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是一种对生命的这种永生不息的一个追逐的一个寓意。那画面呢，其实分了5层，第一层是我们可以看到有日月。那日中有金乌，月中有玉兔。那其次第2层呢，它是有这个飞天的祭月，它手捧那个供果，然后遨游天际，姿态曼妙。那第3层呢，就是主位的这个三世佛。那接下来呢是18罗汉和4大天王。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在这幅作品中发现乾隆帝本人。那在18罗汉的这个右侧的方位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头戴斗笠、身披红袍、神色虔诚的一位，这就是乾隆帝的本人。那这件作品呢是清乾隆年间制造完成的。我们都知道，清乾隆年间它是指就是集工艺品的大成，因为它国力也非常的富足。那好多的这种工艺技法呢，也都发展到了一个高峰。那这件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它。从织造上来说，它的织机一定都是特制的。那人员呢，也织造的人员呢，也估计是非常多的。那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它这幅作品上，它有非常多的一方印章啊，有乾隆御览之宝，有乾隆连珠纹印、三希堂金鉴喜、遗子孙、乾隆鉴赏、密殿珠林等印。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幅作品呢，它不仅呈现了它最高超的这种织造的一个技法，也是为我们诉说着当时这个这件作品它所蕴含的一个背后一个很深厚的一个文化啊和国力啊底蕴啊。蕴含着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么关于就是说乾隆帝为什么会出现在这18罗汉里，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发现，就是说之前乾隆帝下江南的时候，他发现民间已经在建庙去朝拜这个18罗汉，然后他自己呢其实是只知道16应真，并不知道18罗汉，所以他在里面仔细观察了每一个尊者的名称之后，他发现有一个尊者的名称是搞混了，也就是说有同一名尊者出现了2次，所以回去之后他就苦思冥想，因为民间已经很认可这个18罗汉了，所以他就在想我应该用什么样子的去把这个后面出现的这2位尊者给他进行一个更加这个确切的一个定名，但是好像他提出的那个定名呢，并没有被广泛的一个接纳，所以这里就有了一个契机，非常好玩，就是他自己出现在18罗汉里面，是不是也有不管是阿谀奉承的这个臣子的一个意思也好，也是或者是他自己认为圣心与佛心无二无别，所以他出现在这里，实际上
上跟那个对应起来，就是说，他实际上不用拿掉任何一个18罗汉的尊者，而他自己位列于18罗汉里面，就是因为有一位尊者的名称呢，它是出现了一个重复，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好的，那我们再过来看这件作品吧。刚才我们没有看到这件作品叫做绛色暗花绸绣玉罗霄台这个云鹤瑞兽纹这个法袍。这个法袍其实也就是道袍，我们可以看到它背后的这个纹样叫玉罗霄台纹，它描绘的是道教的这个宇宙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它也是有日月啊，然后有仙鹤去引领，然后绣有28星绣，有这个鸾凤纹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作品它非常的精美，它是一个中期的一幅就是清中期的一件法袍。那可以看到它的底下呢，它是以这种金线呢，它先是绣制了一个底纹，同时它又有用平金线去勾勒了这个28星绣，然后因为非常的密实，它和它的底纹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暗花绸纹样的，它是采用了这个皮球花。皮球花我们也称就是连种3元纹，就是说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祈愿。那其次呢，它还有这个兰花纹去做装饰，整体呢是气派非凡的。那我们也知道，就是道袍呢，因为它道士做法的时候嘛，它实际上是背对着大家的，所以它背面的这个装饰呢是非常华美的，而它正面的装饰呢就相对简洁一些。那么简单的带大家浏览了一下我们丝绣华章的展厅，天有时，地有气，才有美，工有巧。我们中国古代的能工巧匠把自然资源和高超的工艺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源远流长的织绣技艺。现在这些展品呢，已经脱离了它的实用属性，成为了精美的这样的我们的收藏。也欢迎大家来艺博展厅看一看。今年518的主题是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那么博物馆呢，是实现美好生活、实现社会可持续性的一个能发挥重要作用，一个重要的推力。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5月来到清华艺博，来艺博一起共享。